我都认为林店长真的在带看的情况哦，已经不是说介绍这个房子怎么样了，而是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哦，在那边帮客户做心理建设，就是这样，而不是像一般的房仲，反正我就要卖你，屋主就是这个钱，那你现在拿不出来，我叫你去筹，不是这样。就是说，那我们来看哦，如果你现在不买，那之后这个状态呢，就是帮人家去做心理建设。哎呀，那现在我个人都认为，如果你手上的首购资格还在当然你很有实力，你2屋3屋的话，那你也去上啊你首购资格还在，新青还没截止你子弹也有的话，喜欢就要赶快去看房子，赶快去上车了。房贷一族拼买房，科技业都买豪宅，你却还在看华夏。3个数字看懂台湾买房的贫富裂痕。先说结论你虽然不一定要有科技业的收入，但是你可以模仿科技业的操作。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房后存款被清空，这样是正常的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台湾人买房也有贫富差距吗？这是我们来聊 PTT 上的一个讨论标题我念一下，闲聊台湾人买房也陷入严重贫富差距吗？那内容是这样，就是这个原 po 在感慨说，科技业的员工跟非科技业的传产的员工好像是2个世界的人。科技业的员工因为台湾科技业、电子业、半导体的发展很好嘛，让这些从业人员有机会可以赚到数百万年薪、数千万身家那买到气派的饭店式的大楼建案。那剩下的非科技业的，比方说传产的劳工，那就只能买一些市场上相对价钱低廉的中古屋或是华夏。那这样算不算是一种另类的贫富差距？那以后就是有钱人都住好的大楼，然后穷人就怎样，然后逐渐就这样子开始就2极分化出来了。好，那你怎么看欢迎底下留言讨论站来站去也没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你有吗？国人平均经常性薪资47709元，创25年来同期最高，是不是又来了？这个又是平均就是我跟郭台铭平均起来，我也是亿万富翁。那电子业的平均收入是否最高？你看划线的地方，制造业员工中位数为36500块，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则达46000块，这直接就凸显了高科技产业薪资就是优于传产。那另外电子零组件制造业的2025年8月加班高达 29.6 小时，创45年单月新高纪录。这也就是刚才提到了科技业的薪水比较高这件事情，真的是千真万确但是它还好啦，就是如果你的等级不够高的话，职位不够高的话，那其实就是时薪比较高的打工仔这样。我们刚才讲的46000是中位数，中位数的意思是说你把全部科技业的员工月薪由低到高排成一列，那刚好站在中央位置的那个人，也就是说就算这个原 po 讲的科技业已经很厉害了，可是还是有一半的人他的月薪不到5万这是中位数，它不是平均所以在那个工厂产线上工作的人也还好然后电子业很喜欢怎么样，就是说做2休2这种的嘛，那还要轮班那轮到夜班，这个对身体也是一个考验。那你刚才也看到了，科技业的人加班时数是所有职业里头最多的。当然你说这个报加班什么的，这个都在说就是我要表达是，你觉得说好像赚很多的科技业，其实也还好，也不是所有科技业摸到边的人全部都赚那么多。只是台湾新闻媒体一讲科技业的时候就讲什么，第一个 NVIDIA第二个台积电台积电上上下下也是有很多也是很多基础岗位他们也不是人人年薪300万一讲是鸿海什么的你讲领高薪的那些大厂其实这跟你的行业里头一样如果你待在这个行业里头 top 的公司这个也不会少到哪里去。再来你要知道，特定产业好赚并不是新鲜事。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还会讲所谓的3师医师、律师、会计师说这个3个收入嘛就比较高，然后婚友社最爱相亲的这个标配什么有的没的我看到这个时候就想说，那什么时候外送师也可以这样吧那我要表达的是说，某些产业的人均收入比较高这个以前就有了这不是现在才在发生的事。而且如果我们对照美国矽谷的话，
那才叫可怕，好不好？矽谷就是一堆工程师啊，那边的房价有多高？你看我划线的地方，在圣荷西都会区哦，就包括矽谷以及 Meta 哦，然后 Google 跟 Nvidia 的总部买房所需的年薪，在2024年4月首次突破40万美元大关。你如果年收入没有超过1230万台币的话，是买不起房子。林老师1000多万年薪就这样啊，所以要比下去是没完没了的。这个也是我很不喜欢看空一族的原因，就是每次开口闭口一讲台湾房价太高，一讲投资客炒房，那我就问嘛，你现在新北门牌还是有一坪13万的，你怎么不买？一讲是3字，一讲是万的，你就说太偏远，他不要所以你是要大安森林公园第一排，高楼层有景观，3房平车，这样要让你买得起，那奇怪，那人家努力那么久，人家做生意3代，那他要买什么？现在你看嘛，淡江大桥通车以后，过个桥到台北市、巴黎，怎么不去？就是这样啊，出来工作3年就要买得起大安森林公园第一排，这样，这真的有居住正义吗？那莫名其妙。然后你说科技业好赚，那你干嘛不去？这台湾现在有种姓制度，所以你不能去做科技业嘛？就没有啊。我要表达的事情是，就听听就好，空方的言论他们怎样都有理由，然后就是没有自己跳下去好好努力或干嘛的，还是怪别人比较简单鞭策自己进步比较困难目光不要放在别人赚多少、买多少房子、怎样又怎样的，而是目光放回自己身上看怎样自己去赚到更多的钱或是就去做副业干嘛？你付出那个努力嘛。那个科技业加班也是很凶的那平常没有要准时下班，这我劳工的权益，然后下班之后要干嘛？滑手机，然后上网之后在那边抱怨台湾房价太高，是不是很奇怪？当然我会看闲财讲到这边，下面留言要出现了。你说做什么副业可以让我买房？做什么副业最赚钱的？林老师你自己去研究谁知道赚钱的事情？人家跟你说。现在有 ChatGPT 嘛，有 Gemini 嘛，有这些什么 Grok 嘛，这些顶尖的 AI 去研究看看连这种赚钱副业的事情都要当伸手牌，那也难怪那你就继续抽社会住宅。最后你要知道，买房是你保留财富的方法。我还是要认真讲就是买不到房子这件事情，在台湾其实已经不是什么居住的问题了。你看我这样子讲，又要被人家说你无脑看多之类。但我问你嘛，我们刚才讲的3师里面，是不是很多赚了钱以后拿去买房子？最常被人家讲的那种台积电工程师，是不是赚钱以后也是买房子就算你说赚很多拿去买股票，股票赚钱之后嘞，股票让你大赚，什么台股然后28000了之后嘞，还是会去买2间房子，然后先放起来再说嘛。因为你在最有钱的时候没有去买房子，那你继续 all in 什么？all in 股票嘛 ，all in 虚拟货币嘛，那不是很危险嘛？那个自爆的行为，像我认识很多医生，自己也是包租公那个医师娘你知道吗？医师娘闲没事，真的是看房子、买房子、收房租，大概就这样。我们可以去思考说，如果你觉得这辈子已经没有机会变成高收入族群的话，那你可不可以模仿高收入族群的操作，看看怎么样让自己跟上他们的操作，越来越有钱就买房子来累积资产房子是不是资产？是资产是不是抗通膨？是就这样嘛。你就不要一看就是豪宅你去找一大堆还是在总价1000万以下的房子我这里是高雄，还是找得到的好不好？然后就是按我们之前讲的买在重大建设的旁边，然后去等它的增值就这样那你说，可是阿元，我现在的收入只能负担2房2房就2房或是说你把屋龄再往上调，你看有没有机会直接上3房平车这种社会住宅都盖不出来的东西。有它有盖啦，就是量非常非常的少，就会变成说市场中你要租3房平车还是要往民间去找，就是这样或是只上2房的车，那就先上再想办法就这样，然后就可以发动小换大旧换新我们现在自产房地产的时间很久，对比其他的投资行为来说真的很久，叫做5年，5年要满不是什么第5年第1天，而是5年要满你看那个做股票的人，3个月就叫做什么中长期投资，怎么玩怎么搞？我们到5年呢。虽然说房地产短期之内很难赢股票，甚至可以说短期你要论绩效，房地产一定被股票来垫的啦。但是长期来说，房地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胜率的问题赢多输少。
就是你10000个人做股票跟10000个人当初买房子，你要去找现在那个过得很惨的人哦，你10000个做股票的里面，你能找到多少？可能有几千啊，甚至到没有到10000个人都输啦，但是就是几千人一定有的这种规模。但是你房子10000个买房子的好好捏着到现在，你看，对啊，所以这是胜率的问题啊。我们已经不是高收入了，我们已经不是含金汤匙出身了，就不要去做这种什么超高风险以小博大的事情，因为那样被抬出去的几率更大。我一直强调就是稳健嘛所以我会更建议你的是，你就买一间自己能够确保长期持有的房子，你不然每一期的那个房贷一缴完，你都不知道下个月要怎么缴，那就很危险那长期持有的房子，然后就放在那边，接下来就等什么？你说等时间给你美好的报酬这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通货膨胀，通膨资产就这样。那不用在那边想说，可是别人赚多少？我看他炒股票，那多厉害多厉害！我跟你讲啦，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圆，别人家的孩子总是比较优秀，都是这样啦。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比较是痛苦的根源，就这样。你就过好你自己的日子，然后照顾好家人，大概就这样嘛。不然你还想要怎样？你就没有金汤匙，你又不是超厉害，那你要怎么办？稳健的过完这一生就很好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 PTT 上关于台湾的买房是不是也会陷入贫富差距的讨论。那我分析了台湾的科技业跟非科技业传产之间的薪资的确存在差距，而且差距还不小那现在就是其他产业都不怎么样，就这个电子业独强的状态嘛。政府也会去干预这种情况不然这个叫做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风险过大。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历史上各国各行各业也都存在特定产业收入就是会比较高的现象。那另外所谓的科技业高薪其实它也有限制啊。真正高收入的人仍然是怎么样集中在大企业内那多数科技业员工的薪资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因为中位数也是4万多，而且要加班加成那样就轮班了。最后的结论是说，我建议你只要关注别人赚多少或者买什么房子这种事情的话，你就很痛苦你应该是要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思考如何去增加自己的收入，不要去干坏事也不要去做直销什么的，微商什么的，你就是看培养一个技能去接案子这种这种靠技术赚钱的事情，这比较 OK。那你就看看有没有机会自产衡量完自己的财务状况，然后自产安稳持有，那你就能有效的累积资产跟保存你的财富。只有你自身行动起来，这个才是确保未来经济安全的最佳方式。那最后我想问你，如果能重来李荣浩那首歌嘛，你会想要选择哪个职业来发展？ A. 认真念书考上医生，然后专精去做医美，那你要看考不考得上嘛，跟书读不读得完嘛。 B. 台积电爆肝工程师C. 看起来超好赚的 YouTuber。 对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我刚看那个 YouTube 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这样我拍影片会比现在多很多的成就感按了吗？对，就是那个买房阿元 logo 旁边的那个订阅对，按下去好感谢你的订阅，好人一生平安。那长期观众也都知道，想要自产高雄中古屋要找谁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就加这个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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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你跟我说好友已经超过7000人了那加了以后会一直 po 有潜力的房子，或是现在就已经被低估的房子。那想自产在台北也是有就找101肖店长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也跟我说有超过2000人加入了都不想加也没关系，你还可以购买我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来支持我。高雄房地产功课就给你抄那会员影片是在比较深入的解读高雄地区你根本连功课要怎么做你都不知道的然后能够拉抬附近中古屋房价的重大建设跟民间大型投资案会员影片现在我还拍了阿元看房系列影片嘛，就真实认真去看一间房子，然后都不开滤镜的就跟你细细的分析说这间房子如果要买，那它自产的剧本是长什么样子，它潜力在哪里，
建设在哪里？高雄真的很棒，自产机会一大堆。最后还是提醒一下，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哦。我们就合法、长期自产，配合政府社会住宅，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稳健的实现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正途。一起加油吧！在长期自产的路上，我就陪你一起往前走，走到70岁。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故事哦，讲故事，跟你分享一位会员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哦。那这次故事的主角叫做小灿，灿烂的灿哦。小灿一直想要买房子，他梦想就是有一天下班以后，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家，想躺沙发就躺沙发，想要钉墙壁挂画就来钉哦，不用怕说会被房东骂。所以他一直都在看我的频道，那想说要找到一个最好的入场时间。我之前因为影片有提到说新青安快要到期嘛，截止以后应该就不会有这么优惠的方案了。小灿就很紧张，就来赖说，他说可能要看一看，现在只买得起电梯2房，在截止之前也存不到买3房车位的钱。新青安是会截止的哦，这个你自己要抓一下。我就跟他讲说，能上还是要上。他比较特别，他是他自住的需求，自住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哦，之后可以发动小换大旧换新。他又犹豫了，他就说。可是他怕以后很难脱手这样，那我就跟他讲说，就不用想那么多嘛，你就是买2房的时候好好挑嘛，只要这些2房你自己住的舒服，那你自己都 OK， 那下一手买家也会 OK 啊，也会有人愿意买单。那你就算不想卖掉，不是卖不掉，是不想卖掉，那就拿来出租嘛。2房出租还是很好租的，只是就你要去做化妆啦，你要去把那个房子让人家看起来比较漂亮哦。结果小灿还是下不了决心哦，然后他就看我直播，礼拜3嘛，我现在礼拜3晚上开直播，要看大家怎么讲。会讲到直播是因为那个小灿他怎样，他每次都跟，然后才发现说哇，他以为全世界就只有自己怕，没有，大家都在怕，然后大家都很赶，都是有剧本在买房子的。看一看以后他就有信心哦，然后他后来有跟我讲，他去拜托美术之星的林店长哦，高雄美术之星嘛。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林店长帮他找一间电梯2房，最近也要交屋了。我就问他说你不是在犹豫？他跟我说，我觉得你说的对不然等到明年再买，到时候有到时候的市况，新青安又怕到时候一堆人排队塞车，一排波又过期，怎样又怎样的。那林店也很帮忙他那个价格他也负担得了，意思是说这个价格在去年2024年房市正热的时候根本不会出现的价格。那就被他买到了，那他现在就是慢慢等交屋也不用担心上不了车的问题。那你看这东西就是这样房子这种东西永远因为它钱太大了，这不是说我今天吃一个便当不好吃我明天换别家，它钱太大了，买的当下都会很犹豫。但是你这买下去然后经过了1-2年以后，时间跨度要直接拉到年你不然买下去天天在那边看社区实价登录，那个根本都不会动的东西，过了1-2年，你去看到那个社区的实价登录有那个涨幅以后，那你就觉得自己怎么样？当初的决定英明神武啦，你就觉得哇，好险有上车啦，就是这样。那如果你也跟小灿一样有心魔的话，我是非常的推荐你。你如果要自产高雄你就加那个 LINE 嘛然后加 LINE 以后，不是会有那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林店长的那个，它上面都有。那些物件，然后你看那个物件有喜欢你就约嘛，约看嘛，然后现场的话去聊聊看，看这个心魔怎么回事，怎么帮你破除，就这样。我都认为林店长真的在带看的情况已经不是说介绍这个房子怎么样了，而是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在那边帮客户做心理建设，就是这样，而不是像一般的房仲，反正我就要卖你，屋主就是这个钱，那你现在拿不出来，我叫你去筹，不是这样。就是说，那我们来看如果你现在不买，那之后这个状态呢？就是帮人家去做心理建设。那现在我个人都认为，如果你手上的首购资格还在当然你很有实力，你2屋3屋的话，那你也去上啊你首购资格还在，新青安还没截止你子弹也有的话，喜欢就要赶快去看房子，赶快去上车了。这个台湾人每次就是要那边排队最后一天来排比较有快感，是不是？新青安是有截止的，到时候又要炸出一波，到时候又怕什么东西都很麻烦。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
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再加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HANYI 汉一。